何顿，我刚才在取药的时候，在取药的登记表上看到了姬教授的名字。他这么多年一直在观察傅唐的病情，所以我们之前推断的没有错，傅唐就是姬教授一直在暗中保护和研究的那个病人F，还有那封信，应该也是写给傅唐的。卑劣无耻的内心，从哪来的？我就在想啊，这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这么多年的执着，再加上那封信的内容，看来姬教授是真的爱上了傅唐。你记不记得傅唐跟我们说他有过一个儿子？记得。刚才你不在的时候，我跟他闲聊，他说他跟他儿子分开以后，就被孩子的养父送到了精神病医院。精神病院？没错，送他到精神病院的人就是姬教授，而那个孩子就是叶家辉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叶家辉的经历跟傅唐说的他儿子的经历实在是太像了。如果傅唐有一个儿子的话，那家辉跟那个孩子的重合度实在是太高了。对，我离开他的时候，他只有7岁。在我7岁那年，我妈丢下我走了。但为什么说是姬教授把傅唐送进了精神病院啊？因为现在所有证据的指向都指向了姬教授。傅唐的经历告诉我，在孩子7、8岁那一年，孩子的养父当着孩子的面把他送到了精神病医院，这对一个小孩来说恐怕是一辈子的阴影。所以叶家辉一直在报复姬教授，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的事情，他恨姬教授将他们母子分开。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叶家辉一直在寻找那份 F 档案，因为 F 档案里面的人就是他的母亲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先从你入手去报复姬教授。但不对啊，这一些呢都是从感情的角度去做的分析，没有实质的证据。你刚才有问过傅唐吗？我没有。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，按照他现在的精神状态，我不敢再问了，我怕刺激到他。我们现在去找姬教授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不是要向他去求证吗？我有点开不了这个口。如果我的推断都是正确的，也就是说，我的老师爱上了自己的来访者，并且跟来访者在一起了。万一他是怕这事儿会影响自己的仕途，才把傅唐送去精神病院。何顿，你不能这么先入为主的假设。我当然不相信我老师做这些，可是现在所有证据都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没有办法不相信。以你对姬教授的了解，你觉得他会为了这点虚名就牺牲自己爱的人吗？或许姬教授有自己的苦衷呢。我知道你是因为相信他，所以害怕听到任何信任以外的答案。但是比起你不想听的答案，没有答案，或许会更煎熬，不是吗？走吧。你别进去了，我觉得有些话还是我自己问比较好。你在门口等我吧，可以吗？去吧，没事。教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哟，我怎么把茶用来浇花呀？你等等啊，我再打点水去。哎呀，你看我这脑子。怎么样？他怎么说？我没问。为什么？要不然我帮你去问。别！其实不是不敢问，是我刚才有一瞬间，我看到他的背影，我突然意识到他老了。
以前他在我心里是父亲般的存在，他是我的榜样。我觉得他无所不能，甚至他在学业上的建树可能是我一辈子也达不到的高度。曾经我以为他会永远像我坐在教室座位的时候站得那么直，以为他会永远睿智，永远贪玩。你站我菜地里干嘛？把我小白菜们的营养全挡住了。你们如果藏着一两件小事儿，我兴许看不出来；但如果藏了大事儿啊，光看你们眼睛就能看出来。就是要睁大眼睛。睁大眼睛。可是人不是这样的，人是会变老的。可就在刚刚，我突然觉得，我要当面揭他的短，我根本做不到。没关系，何段，如果你要是不想问，咱们就把这个疑问永远藏在心底。教授，何段，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面。这回你可以仔细的看，看不懂的再来问我。那一年，我刚进入心理学会，对研究抱以极大的热情。当时有一份特别的咨询委托找上了我。患者患有长期的双向情感障碍，并因此引发了非常严重的洁癖。他抗拒与人接触，时而出现冲动和攻击行为，时而一语不发。久而久之，他习惯性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很少与外人接触了。委托人没告诉我的是，患者是名美丽的女子。那天下午阳光很好，照着她踩的梯子回望我的身影。我并不知道，这样的画面在往后的几十年中，将会反复不停地出现在我的梦里。啊，对不起。顺序别错了。什么？我是说，那摞书的顺序别摆错了。第一本是《山海经》，第二本是《封神演义》，第三本是《广陵散记》，第四本是《西游记》，第五本是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。麻烦你按顺序摆放。这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为什么放在这书里啊？因为物种起源也不是什么正经的科学。所以和其他书没什么两样。你好，我是季明聪。没有人告诉过你吗？我从来不和人握手，即便你带着他。我知道，但也可以试试。